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美食美味。又是一年春意浓，千树万树桃花开。今天我们就做一道中式点心界的颜值担当——桃花酥。粉色的千层外皮配上我最爱吃的枣泥馅儿，香酥可口，层次分明。这样颜值爆表的点心，在家也可以做出来。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开始吧。首先来制作枣泥馅儿。准备300克红枣，洗净，水开后蒸20分钟。在这里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个去枣核的小妙招，就是用这样的吸管，方便又快捷，而且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果肉。接下来就是用搅拌机搅打成泥，根据你家的搅拌机添加适合的水量，我这里加了375毫升的水。在炒枣泥馅之前，提前准备好30克的糯米粉，放在一旁备用。过筛过后的枣泥馅儿，用最小火先炒10分钟，炒到枣泥馅儿变得粘稠。继续保持最小火，分2次，分别加入20克的食用油，充分搅拌之后再加入第2次。然后分3次加入30克的糯米粉，和刚才一样，每一次的糯米粉充分融入到枣泥馅之后，再加入下一次。加入糯米粉后的枣泥馅变得更加粘稠。继续用小火炒，炒至像这样爆团并且完全不粘，就炒好了。炒好后的枣泥馅大概350克左右，放凉后平均分成12份，每一份大概29克。接下来就来制作酥皮，我们用到红菜头汁来替代食用色素，为面团上色，自然又健康。今天做的是全素的桃花酥，所以用到了椰子油来替代传统配方中的猪油。用椰子油最大的好处就是成品会有一股淡淡的椰香，是我非常喜欢的。将椰子油均匀地揉搓到面粉中之后，加入红菜头汁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红菜头汁不要添加任何的水。虽然看起来颜色很深，但是在烤制过程中它会慢慢的褪色，直到变成我们喜欢的淡粉色。接下来就是来制作油酥。制作油酥最好用低筋面粉，如果没有低筋面粉，可以像我这样在中筋面粉中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，然后加入椰子油，充分的揉搓到面粉中，然后转移到案板上，用手掌来揉搓，借助手掌的温度，让椰子油和面粉充分的融合。如果你的油酥比较的软，不好塑形的话，可以把它转移到一张烘焙纸上来帮助塑形。然后放到一旁备用。刚才的红色面团已经醒好了，我们接下来揉面。揉面的手法呢也很简单，就这样推出去，卷回来，重复操作。10分钟之后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光滑的面团。也可以来做一下手套膜测试。
面团的延展性越好，在后面开酥的过程中才不容易破。将刚才做好的油酥和红色面团平均分成12份，把每一份分别滚圆。接下来醒面10分钟，记得要盖上保鲜膜来防干。将刚才的第一个面团正面朝下轻轻地按扁，然后包入一颗油酥，用虎口慢慢地收紧，然后滚圆。重复同样的操作，把12个面团分别包入油酥，然后用保鲜膜全程要注意保湿。不用醒面，直接取出第一个面团，将封口处朝下，轻轻地擀成牛舌状，然后翻面，卷起来。12个面团第一次擀卷完成，记得全程要用保鲜膜来保湿。同样不用醒面，直接在案板上撒一点点的面粉，防止在第2次擀卷过程中造成破裂。记得将接口处朝上，用手掌轻轻的按压，然后用擀面杖轻轻的擀长，同样从下往上轻轻的卷起。由于椰子油做的面团比较容易变硬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不需要醒面，直接取出第一个面团，将接口处朝上，在中间轻轻的按压，然后将两边像这样捏起来，用手掌按瘪，这样你最后的成品的层数就会加倍，然后擀成饺子皮状，边缘要尽量薄一点。然后包入枣泥馅儿，同样用虎口慢慢的向上推，慢慢的收紧。将多余的面皮去掉，这样一个酥皮的胚子就做好了。在面团的中央轻轻地做一个圆形的标记。今天给大家介绍4种漂亮简单的花形酥的做法。第一种是12瓣的菊花酥，用剪刀剪到圆圈为止，平均分成12份，然后把每一个花瓣朝着同一个方向向上旋转90度。第二种是8瓣的桃心酥，将相邻的2个花瓣相对的向上卷起。第三种是6瓣的桃花酥，用食指和拇指沿着每一个花瓣的2个角向中间捏紧。最后一种是5瓣的樱花酥，在捏之前需要注意的是，可以用食指轻轻的在中间向里推一下，再把2端向中间捏紧，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漂亮的褶皱。桃花酥和樱花酥在做完造型之后，还需要一个简单的步骤，就是用小刀轻轻的在每一片花瓣上面划出2条线，这样看起来会更逼真。在做造型的同时，别忘了提前预热烤箱到180度。接下来就进行最后一个步骤，在每一个花瓣的中间沾一点点面糊水，然后撒上一点白芝麻，就大功告成了。烤箱已经预热到180度了，现在就可以放入我们的桃花酥，先烤15分钟。为了防止上色过快，15分钟之后放上一层锡纸，再烤10分钟，总共用时25分钟。我们的桃花酥已经烤好了，不仅颜值爆表，而且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椰香，每一个都漂亮逼真。搭配上甜甜的枣泥馅儿，我已经忍不住要先尝一下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